永遠不要指出你身邊人的任何問題，包括你身邊的親戚和你的朋友。我現在就是越来越覺得，不輕易指出別人的問題才是一個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很多人都活了大半輩子，甚至一輩子他都沒有想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沒有哪個人喜歡被別人指出問題，哪怕這件事你講的是全對的，你越對，別人對你就是越恨啊！你有沒有經歷過就是像這種事情啊？你好心好意的去提醒你家的親戚，比方說他要去買一個理財產品，但是這個理財產品呢你不太看好，或者說你跟他講這個理財產品看起來不太靠譜，別買了。結果對方當场就給你拉下臉來，還說你不懂的事你就不要瞎操心。後來呢，他真的在這個理財上把錢全都虧掉了。你會以為他会過來感激你當初提醒他嗎？不，一定不會。他反而再見了你之後，他會躲着去走，因為每一次他見你，他都會回想起自己以前犯過的錯誤，並且更加的恨你。如果說你已經成年了，但是你還在用我為別人好，我為你好來指點別人的人生，那麼你一定要把我接下來講的這個視頻認真的看完。我告訴你啊，你的每一次好心好意的提醒，都在慢慢的摧毀你自己的人際所有的關係，最後一個都不剩。我身邊有一個人，就是我們同學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老好人啊，我们备注就叫老好人，这是我们給他起了一個外號。至今他的人際關係就不怎麼樣不是說他人不行，他人非常好，人品也可以，對吧？人本性也不壞，但是他有一個非常致命的毛病，就是特別愛給別人提建議，聊天都給別人提建議。就像去年我們過年，我們不是同學聚會嗎？同學聚會的時候，我們去一個同學家吃飯，他家是開餐館的開飯店的，他呢又是掌勺的。然後我們這個同學呢就親自下廚給我們做了很多菜，然後還做了一份紅燒肉嘛。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那份紅燒肉，所有人都知道它很肥，它又很鹹。結果呢，這個老好人就夾起來一塊說，對吧？你可以不吃，但他夾起來了說，皺了皺眉頭說，這個肉太鹹太肥了，吃多了放多了鹽，吃太肥的對人身體不健康。就那個飯桌上瞬間就安靜了，都不講話了。我就看我那個做飯的那個同學啊，臉上笑了幾下就僵住了，很尷尬，尷尬了好幾秒。然後呢，他從嘴裡說了擠出來了那麼一句話，說下次注意，知道了。你以為這事兒就完了嗎？不，還有後面。他後面呢，這個同學，這個做飯的同學，他就私下裡找到我跟我講，說這老好人的嘴太損了，以後同學聚會能不能別叫他了？那你們說這個老好人他說錯了嗎？沒有，他沒有說錯，那道菜就是很鹹又很齁，而且呢還很肥。但是他錯在了就是不該當着一桌子的人都在誇菜好吃的時候，他跳出來給別人去挑刺兒，而且還是在人家的地盤上。他以為就是這樣做他是可以關心別人的健康，對不對？其實呢就是在當眾打這個開餐館同學的臉，而且打得很響。你說聚會來人家餐館聚餐人家自己收拾親自下廚還不要錢，他以為就是說，我以為就是我在幫你，其實呢你就是跟他真正結仇的開始我還有一個發小更誇張，我跟他從小光着屁股長大的玩大的。前幾年呢就是他創業失敗了嘛，然後今年上半年他想開個那個奶茶店，選址他知道我是做互聯網的，所以說做過很多生意，他就來問我建議。那我就是感覺發小嘛，我就實話實說了。我實話實說之後呢，我說那個位置人流量太小，租金又貴，你加盟的那個也不大地，你選的這個行業也確實不太行，掙不到幾個錢。我還沒說完呢，他臉色瞬間就難看了。就是我還在考慮，就是他是不是在思考啊？我要不要繼續去說呀？我說你要不要再考慮考慮這件事啊？對吧？隔壁那條街可能人流量可能會更大一些。後來呢，他還是在原先的位置加盟了那個奶茶店，開了那個奶茶店，幹了有個，就是我總是以為他會對我的就是感謝我的直言不諱。結果呢，就是從那以後，他自從開了那個奶茶店，很少跟我聯繫了，根本就聚會能推就推，電話能不接就不接，消息能不回就不回。就是奶茶店，我最後聽說幹了半年的時間，好像是賠了個也不說多少錢了吧，反正就關門了。我本来想着再去安慰他幾句話吧，但是又怕呢他覺得我是在看他的笑話。後來我才知道他一直跟別人說那家伙就是我我那個發小那家伙就知道給我潑冷水。
都不支持我，一點都不看好我做生意。你看，这就是人性。他失败了，他不会怪自己的判断失误，或者说自己做生意能力不行，他只怪当初你不看好他。所以说，你看，你的正確就是他的恥辱。我後來就想明白一個非常簡單一個道理啊，成年人之間不存在什麼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不存在。你的忠言逆耳看起來是好的，別人只會把它當成你傷他的惡意重傷。心理學當中，我記得我看過一本書，它有一個概念叫自我防禦機制，每個人都會有的，就是每個人都是在維護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選擇，跑不了。當你指出他的問題的時候，他的第一反應不是說我去反思，我去思考這件事我做的對不對，而是去抵觸你的想法，本質上就是他在為自己進行辯解，並把你看成了對立的一方，你就是不看好的他的一方。你以為是只有之間直言不諱的勸解，那麼他只會覺得呢，就是你是在否定他的人生價值，在否定他的能力。我以前是個直腸子啊，見什麼說什麼。我直播的時候，大家也應該了解我的性格，有什麼生意我就直接講，有什麼說什麼。覺得真正的朋友，我就該指出這種問題來，給他避個坑。後來我發現，自從我這樣幹了之後，我身邊的朋友幾乎都丟了，越來越少。願意跟我講話的人，講心裡話的人根本就沒有，都就是逼着我去講話。他說還有一次哈，我跟一個哥們兒去喝酒，我清楚的記得哈。他說我最近想辭職去創業，我一聽就急了，媽，現在這個環境，對不對？你去創業，有個班上1個月8000塊錢工資，不好好的上班，我巴拉巴拉巴拉說了一大堆風險，我說什麼現金流啊、市場競爭啊、行情啊，什麼成功率現在太低，不足5%什麼，我說了一大堆。他沉默了很久，他就說了一句話，讓我這輩子都忘不了他說的這句話。他說我就是想找個人聊聊天，又沒有人讓你來給我當這個職業導師的規劃。從那一刻，真的，我突然之間就明白了很多的事。他來找我，不是想要一個我給他的一個明確答案，或者說一個建議，他就是想找個人去傾訴一下他現在遇到的情況。而我呢，卻自以為是的給人家提起了建議，真的我都想呼自己2巴掌。從那以後，我就學會了2個字：閉嘴。別人跟我抱怨他的工作累的時候，我就說，哎，那確實挺辛苦的，大家現在都挺辛苦的，對吧？那得咬牙堅持。別人跟我說他想要買個包，最近犒勞一下自己，那我就說你值得擁有，對吧？你工作這麼累，買個包怎麼了？別人跟我說我跟我對象分手了，我會跟他說啊，自己快樂最重要，兄弟啊，想開一點。我不再當那個潑冷水的老好人去給他們講這些建議，我不再指出他們的任何問題，我也不再當那個為你好的那個人了啊！結果之後呢，他現在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願意跟我講真心話的朋友變多了啊！雖然朋友沒有變多，跟我講真心話的人確實變多了。因為我就是每個人都喜歡是被認同的感覺，沒有人喜歡被否定的感覺。你給他認同，他就把你當成自己人，我什麼話都可以跟你講；你給他否定，他就把你當成敵人，而且非常恨你的那種敵人，就這麼簡單。那麼你可能會問啊，那如果說他真的做錯了呢，你就眼睜睜的看到他掉坑裡不管他嗎？我的答案是的，就不能講也不能說，讓他掉。但是聽起來是不是很冷血很殘酷，各位？但是這才是成年人之間最大的尊重。有沒有想過這件事？他的人生是他的，不要參與別人的因果，他要為他自己的選擇為這個人生做出負責，你也沒有任何的義務去糾正別人的人生，糾正別人的過錯，否則他的因必定是你的果，早晚會還回來的。除非有一點，他跪下來求你給他建議，求求你，並且你也能夠真正確定跟你講話的這個朋友他是否能夠真的聽得進你說的話，否則閉嘴就是對他最大的一個幫助，也是最好的一個幫助。有句古話怎麼說來，叫看破不說破還能做朋友，对吧？這不是虛偽，這是聰明人的智慧的選擇。真正的聰明人就是從不把自己的聰明掛在嘴邊，他們會懂得收斂鋒芒，把自己藏得嚴嚴實實的，就跟刺猬一樣裹起來，外面帶刺兒，裡面都不讓人去了解，懂得給別人台階下啊，懂得當成別人的台階，懂得在沉默當中保全自己的關係。就是大家千萬一定要記住一句話，世界上最吃力不討好的事是什麼？就是用你的標準去衡量別人的人生，很傻很蠢。管好你自己，就是對你身邊人最大的善意。